每天一篇深度人物传记，今天我们来聊聊张居正。如果把大明王朝276年的历史摊开在手术台上，公元16世纪中叶的这具躯体已经腐烂到了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冗官冗兵吸干了骨髓，外患内乱，撕裂了皮肉。满朝的饱读之士都在用道德文章为这具将死之躯做着无用的超度，直到张居正提着一把滴血的屠刀走进了病房。他不是那种妙手仁心的儒医，而是一个冷酷无情，甚至有些残暴的外科屠夫。他深知，在这个烂透了的时代，任何温良恭俭让都救不了天下，唯有以毒攻毒，唯有敢于把自己的双手浸满污泥与鲜血。他用独裁的铁腕砸碎了文官集团的铁饭碗，从权贵地主的虎口里生生抠出白银，填满国库。他成功地为大明王朝续命了半个多世纪，但代价是他把自己活成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公敌，并最终在死后遭到了这具被他救活的庞然大物最疯狂的反噬。这种强烈的历史反差使得张居正的一生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一层深重的宿命感之中，仿佛明朝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本身就带着某种免疫排斥反应，他病入膏肓，却又疯狂地绞杀着那个唯一能为他续命的医师。要理解这种悲剧的必然性，就必须将目光投向他所置身的那个庞大、僵化而又危机四伏的时代。公元1525年，张居正出生于湖广江陵。彼时的明帝国正处于嘉靖皇帝的统治之下，这是一个极度荒谬却又极其典型的明代政治标本。皇帝身居西苑，20多年不上朝，沉迷于青瓷与修仙炼丹的虚妄之中，在烟雾缭绕的八卦炉前试图窥探长生的秘诀。而在庙堂之上，严嵩等权臣结党营私，贪腐横行，整个官僚系统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内耗式平衡。大明王朝这部由朱元璋亲手打造的原本极其讲究集权与效率的精密机器，在运转了100多年后已经严重生锈。冗官、冗兵、冗费如同3条巨大的水蛭，贪婪地吸食着帝国的血液。北方蒙古铁骑屡屡南下，甚至在公元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大明王朝的颜面在蒙古人的马蹄下被践踏粉碎，东南沿海倭寇肆虐，生灵涂炭。帝国的府库空虚到了极点，官员们却依然在虚伪的理学教条中相互倾轧。对于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士大夫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它腐臭、压抑，令人窒息。但对于一个注定要重塑乾坤的政治家而言，这却是一个呼唤巨人的时代，乱世的废墟正是重建高塔的基石。少年的张居正早早便展露出了惊世骇俗的才华。13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他是那种被命运光环笼罩的神童。江陵的神童之名让他在早年的岁月中几乎未尝败绩。但命运对他的第一次真正的淬炼，并非来自于顺水推舟的成功，而是来自于一场精心设计的失败。公元1540年，16岁的张居正参加乡试。当时的湖广巡抚顾林察觉到了这个少年骨子里的锋芒与傲气。顾林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过早的春风得意只会毁掉这块极具潜力的璞玉。为了折一折他的锐气，顾林暗中运作，生生让张居正在这次科考中落榜。这一记闷棍打碎了少年天才的虚荣，让他在江陵的秋风中第一次品尝到了命运的不可控与权力的重量。他剥落了张居正身上属于文人狂客的轻浮，为大明朝锻造出了一个懂得隐忍、懂得敬畏的灵魂。7年后，23岁的张居正再次踏入考场，最终考中进士，昂首迈入大明王朝的政治中枢翰林院时，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只懂吟诗作赋、恃才傲物的轻狂少年，
而是一个面色沉静、目光如炬的观察者。在翰林院的岁月，是张居正一生中最漫长也最痛苦的蛰伏期，也是他政治人格发生彻底裂变的关键阶段。初入官场的他，依然怀揣着儒家士大夫最纯粹的理想主义，渴望以道德和文章来唤醒那个沉睡的君王。然而，他亲眼目睹的却是帝国的黑暗与血腥对道德的无情碾压。他看到那些满腹经纶、道德高尚的清流官员们，如杨继盛、沈炼，怀着飞蛾扑火般的悲壮去弹劾严嵩，试图用文人的轻易去对抗冰冷的强权。公元1555年的那个秋日，西市的刑场上人头攒动，天空阴霾密布。杨继盛在经历了赵狱中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后，拖着残破不堪的躯体被押上刑场。他大腿上的肉已被自己用碎瓷片割下，白骨森森，却依然神色泰然。那一天，鲜血染红了刑场的青砖，也刺痛了在人群中默默观望的张居正的眼睛。那一刻的画面，如同烧红的烙铁，永远印在了张居正的灵魂深处。他听着周围百姓的暗自啜泣，看着监斩官冷漠的眼神，内心经历了一场极其痛苦的碎裂与重组。他突然明白，杨继盛的死，除了成就一段流芳百世的清明，对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严嵩依然大权在握，百姓依然在泥沼中挣扎。大明王朝不需要更多的殉道者，他需要的是能够活下来，能够爬上权力巅峰，然后用铁腕强行拨正帝国航向的权臣。从法场回来的那天起，那个热血沸腾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深不可测、懂得隐忍与伪装的政治家。他开始向自己的老师，当时正卧薪尝胆准备扳倒严嵩的徐阶学习。徐阶是一个比严嵩更懂得隐忍的太极高手，他甚至愿意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只为换取严嵩的信任，等待致命一击的时刻。张居正默默注视着这一切，他收起了所有的锋芒，不再写那些激昂慷慨的奏书，转而潜心研究国家的财政账册、兵部档案和历代典章制度。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块海绵，在浑浊的政治泥潭里疯狂吸收着权谋的养分。他开始和三教九流结交，甚至不介意与太监走动。他明白，想要扫除屋子里的垃圾，就不能害怕弄脏自己的双手。为了有朝一日能用雷霆手段拯救大明，他甘愿提前披上政客的丑陋外衣，在漫长的黑夜里静静等待着权力的交接。漫长的蛰伏期不仅考验着一个人的耐心，更在一点点重塑他的灵魂。从嘉靖末年到隆庆初年，大明朝堂上的权力游戏犹如走马灯般变幻莫测。严嵩倒台了，取而代之的是张居正的恩师徐阶。徐阶退休了，接过权力权杖的是张居正昔日的同窗兼挚友，性格刚烈且才华横溢的高拱。在这场接力赛中，张居正始终扮演着一个谦卑、温和，甚至有些面目模糊的配角。他像一道没有温度的影子，游走在内阁的边缘，默默注视着大佬们的明争暗斗。但他那双隐藏在官帽阴影下的眼睛，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帝国病灶的扫描与计算。他深知，无论徐阶的清流路线，还是高拱的猛药作风，都无法真正触及大明王朝那庞大而腐朽的利益根基。要动手术，就必须握有一把绝对锋利、不容任何人智慧的手术刀，那就是毫无掣肘的独裁之权。这漫长的蛰伏期跨越了嘉靖、隆庆两朝，直到公元1572年，历史的转折点终于在阴谋与权力的交织中向他敞开了大门。这一年的夏天，纵欲过度的隆庆皇帝驾崩于乾清宫，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和一个年仅10岁的皇太子朱翊钧。
帝国的权力中枢瞬间陷入了可怕的真空。此时的内阁首辅是骄横跋扈、才干卓著却又刚愎自用的高拱。高拱自是顾命大臣的身份，且才华横溢，将满朝文武皆不放在眼里。他那暴烈而纯粹的政治性格，使得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扩清宇内。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一场最高权力的生死角逐在紫禁城的阴影下悄然展开。高拱以为凭借自己首辅的威望和外朝文官集团的支持，捏死一个太监不过是缚手之劳。但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错估了人性的幽微，也错估了他身旁那个平时温文尔雅、从不与他争锋的次辅张居正。对张居正而言，高拱无疑是治世之能臣，但高拱那种水至清则无鱼的刚烈，极易折断帝国脆弱的政治平衡。更重要的是，张居正深知要推行自己脑海中那个翻天覆地的改革蓝图，他不能做次辅，甚至不能做一个受到掣肘的首辅，他需要的是绝对的、不容置喙的独裁之权。于是，在紫禁城那高高的宫墙背后，张居正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阴暗却也最务实的一次政治投机。他暗中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以及深宫中那位年轻而敏锐的李太后结成了残酷而高效的政治同盟。这是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结合，一个矢志拯救大明王朝的纯臣，却不得不与代表着皇权阴暗面的宦官联手，去摧毁另一个同样渴望中兴大明的同僚。宿命的锁链在此刻已经死死地缠绕住了张居正的灵魂。这是明朝政治史上最惊心动魄的瞬间之一，犹如一幅黑白分明却又暗流涌动的历史油画。晨雾尚未散去，文武百官在左顺门外肃立，等待着新帝登基后的第一次权力洗牌。高拱满怀自信地站在百官之首，袍服在微风中猎猎作响。他以为自己即将迎来独揽大权、扫清内廷的巅峰时刻。然而，当太监王体捧着太后的懿旨缓缓走出，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彻底凝固了。懿旨的字字句句如同冰冷的钢刀，直指高拱专权擅政，把持朝廷。在宣读完毕的那一刻，高拱面如死灰，汗如雨下，原本挺直的脊梁瞬间坍塌，双腿一软，瘫倒在冰冷的青砖上。而在他的身后，张居正不动声色地站立着，眼神中既没有胜利的狂热，也没有对昔日同僚的悲悯。他静静地看着高拱被搀扶着狼狈离去，宛如看着一个旧时代的落幕。正是他借太后与幼帝之手，兵不血刃地完成了这场宫廷政变。他亲手终结了自己最后一位政敌，也埋葬了自己曾经的友情。从这一刻起，大明王朝彻底进入了张居正的时代。踏着昔日同僚的政治尸体登上首辅宝座，张居正终于握住了那把冰冷而沉重的权柄。当他独自一人坐在内阁首辅的纸坊里，翻开大明帝国那本沾满灰尘的账册时，迎面扑来的是令人窒息的腐朽气息。太仓里的存银不足100万两，甚至不够支付边关将士半年的军饷。地方官员送来的奏报里充斥着华丽的辞藻和空洞的套话，却没有几个人在真正解决流民和水患。北方的蒙古骑兵随时可能挥师南下，东南沿海的倭寇虽然被戚继光暂时打退，但隐患犹存。大明这艘千疮百孔的破船，随时会在下一场风暴中沉没。张居正没有时间去享受权力的快感，他必须立刻化身为这台生锈国家机器的超级除颤仪。他明白，要想推行任何实质性的经济或军事改革，首先必须解决的是这群只会写文章、踢皮球、拿着国家俸禄却天天在茶馆里轻谈的文官。于是，公元1573年，万历元年，
张居正点燃了帝国改革的第一把大火，推行考成法。这并非简单的官员考核，而是一套极其严苛、精密到令人窒息的行政绩效追踪制度。它彻底打破了文官集团混日子、打太极的潜规则。按照考成法的规定，6部和督察院的每一项政令都被编成1式3份的账册，分别留存在执行部门、督察院和内阁6课。凡是有规定期限的公文，必须按时办结，层层施压。逾期不办者，不再是简单的罚俸了事，轻则降级，重则罢官，甚至充军。考成法的推行，瞬间让整个大明官场发出了痛苦的哀嚎。那些习惯了一杯茶、一份奏折看半天的士大夫们，突然发现自己被套上了一根无形的绞索。曾经他们可以用极其漂亮的八股文和圣贤大道理来掩盖自己行政能力的无能，但现在张居正不要听孔孟之道，他只要看到具体修了多少里河堤，收了多少担粮食，打造了多少把火铳。在考成法推行的最初几个月里，数以百计的各级官员因为办事不力被无情的褫夺官服，赶出衙门。整个文官集团在震惊、愤怒与恐惧中颤抖，他们背地里痛骂张居正是酷吏，是专权的权臣，甚至有人试图通过上书弹劾来逼迫他收回成命。但张居正就像一块没有感情的钢铁，对所有的谩骂和攻击照单全收，却绝不退让半步。他深知一旦退让，这群犹如复古之居的官僚就会瞬间将他吞噬，而大明王朝也将永远失去重获新生的机会。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张居正以一人之力对抗着整个帝国的官场文化。他用极其强硬的手腕，硬生生将一台松垮、慵懒、只知道内耗的文官机器抽打成了一台高效运转的执行引擎。政令终于可以从紫禁城的内阁毫无阻碍地穿透重重迷雾，直达帝国的最基层。行政系统的高效运转为帝国重新注入了执行力，但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张居正极其清醒地意识到，大明这台机器之所以濒临崩溃，表面上看是官僚的腐败与内耗，但其致命的出血点却在2个地方，一个是犹如无底洞般的边境防线，另一个是被权贵阶层彻底吸干的国库。大明王朝自土木堡之变后，便形成了一个近乎偏执的政治传统，以文治武。在传统的士大夫眼中，武将不过是粗鄙的丘巴，必须被文官死死地踩在脚下，稍有越轨之举，便会招来铺天盖地的弹劾。这种防备武将如防贼的制度，导致大明边军将领畏首畏尾，面对如狼似虎的蒙古铁骑，常常一触即溃。但张居正不是传统的儒生，他是一个只看重结果的实用主义者。他明白，要守住帝国漫长的北境，靠文官在城墙上吟诗作对是毫无用处的，必须要用真正的虎狼之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决定的惊人举措，给予前线将领绝对的信任与近乎越轨的兵权。他将目光锁定了2位不世出的军事天才，镇守蓟门的戚继光以及镇守辽东的李成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公元1574年的深秋，北风呼啸，长城之外是虎视眈眈的蒙古骑兵，而在冀州镇的城墙上，戚继光正在指挥修筑举世闻名的空心地台。这需要海量的白银和绝对的调度权。朝中的言官们看着戚继光大权独揽，甚至常常越过巡抚直接行事，嫉妒与恐慌如同毒蛇般蔓延。雪片般的弹劾奏书飞向紫禁城，指责戚继光骄横跋扈，贪污军饷，有拥兵自重之嫌。按照大明的惯例，只要有这种风声，皇帝或首辅为了避嫌，通常会将武将革职查办，或者派去一个文官太监进行严密监视。
然而，这些足以让任何一位名将身败名裂的奏折，在送到内阁首辅之房后，却被张居正连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扔进了取暖的火盆里。火光映照着张居正那张冷峻的脸，他甚至亲自写信给戚继光，信中的言辞毫无文臣的酸腐，只有政客之间最直接的契约：你只管在前方打仗修城，朝廷里的所有明枪暗箭，我来挡着。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政治担当！在张居正这把巨大的保护伞下，戚继光得以放开手脚，用整齐划一的火器营和坚不可摧的蓟镇长城，让蒙古铁骑10余年不敢南下牧马。而在冰天雪地的辽东，李成梁的辽东铁骑更是如入无人之境，用鲜血和刀锋在白山黑水间为大明拓地千里。张居正用他那宽厚的肩膀，硬生生替武将们扛下了整个文官集团的敌意，换来了大明帝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之太平。可是修筑长城，养活辽东铁骑，需要堆积如山的真金白银，这笔钱从哪里来？大明的国库早就饿得能跑老鼠了。国家贫穷，并非这片土地产不出粮食，而是因为帝国的财富被一个极其庞大的寄生阶层吞噬了，那就是皇亲国戚、勋贵太监，以及张居正自己所属的士大夫文官集团。在当时的明代，读书人一旦考取功名，不仅自己可以免除赋税和徭役，还可以把大量的土地挂靠在自己名下逃税。富者田连阡陌，却不交一粒粮食；贫者无立锥之地，却要承担整个帝国的沉重赋税，最终只能卖儿育女，流落草泽。这才是大明王朝最深的毒瘤。要割掉这颗毒瘤，就意味着张居正必须拔出刀来，砍向自己的同僚，砍向自己的阶层，甚至砍向他曾经的朋友和门生。这是一场注定要让自己粉身碎骨的战争。但已经彻底抛弃了个人毁誉的张居正没有丝毫犹豫。公元1580年，随着一道冰冷的内阁指令传遍天下，大明历史上最轰轰烈烈也最触目惊心的清障田亩运动拉开了帷幕。这场运动的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战争。成千上万手持布弓、算盘和朝廷敕令的丈量官员，如潮水般涌向帝国的大江南北。他们踏入江南水乡泥泞的稻田，攀上黄土高原崎岖的山地，强行推开那些平时连地方官都不敢正眼相看的豪门巨族的朱漆大门。冲突、暗杀、贿赂，甚至由地方豪强暗中煽动的民变，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爆发。无数的告状信和弹劾奏折如雪片般飞往北京，飞入紫禁城，试图用最恶毒的语言将张居正描绘成一个祸国殃民的窃国大盗。然而，所有的风暴在遇到张居正那如铁石般的意志时，都撞得粉碎。他端坐在内阁的职房中，用考惩法的利刃无情地斩断一切阻碍，对那些办事不力或敢于包庇权贵的官员，一律严惩不贷。在他的高压之下，短短3年间，全国竟然查出了被隐瞒的土地多达近300万顷，大明帝国的可税土地总额瞬间暴增。在摸清了帝国的家底之后，张居正紧接着抛出了他经济改革的终极杀器——一条鞭法。这项在人类税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正式推行天下。张居正以惊人的魄力，将原本繁杂琐碎、极易被官吏暗箱操作的田赋、徭役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全部合并为一条，按亩折算，统一用白银缴纳。这不仅极大地简化了税制，斩断了地方官吏中饱私囊的黑手，更重要的是，他将沉重的徭役负担从人丁转移到了土地之上，让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权贵地主不得不承担起国家机器运转的成本，而底层贫苦百姓则获得了喘息之机。白花花的银子
开始像奔腾的江水一样涌入大明太仓。原本连官员俸禄都发不出的国库，竟然存下了可值10年的粮食和400多万两白银。从财政破产到国库充盈，张居正做到了前无古人甚至后无来者的经济奇迹。至此，一个千疮百孔的烂局在张居正那双翻云覆雨的手中生生被扭转成了气象万千的中兴之盛。而在历史的巅峰之处，往往潜伏着最深邃的深渊。公元1577年的那个秋天，当大明帝国的财政正在考成法与一条鞭法的强力推行下奇迹般复苏，当蓟辽防线上的烽火台正以昂扬的姿态俯瞰着草原的宁静时，一封来自湖广江陵的800里加急快报，犹如一道晴天霹雳，瞬间劈碎了紫禁城上空难得的祥和。这封快报带来了一个足以让整个帝国政治机器停摆的消息：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老家病逝了。在现代人看来，这或许只是一场令人悲痛的家庭变故，但在将以孝治天下奉为立国之本的大明王朝，这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海啸。按照儒家雷打不动的理智，朝廷官员一旦遭遇父母之丧，无论官居何职，也无论国家面临何等危局，都必须立即辞去一切职务，返回原籍守制27个月，这被称为丁忧。对于普通的官员而言，丁忧是尽孝，也是官场生涯的一个休止符，但对于大权独揽、正处于改革深水区的张居正来说，这2个字却是一把足以将他毕生心血斩作2段的利刃。张居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与挣扎。他是一个自幼饱读诗书的儒家子弟，深知孝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灵魂。他曾在无数个深夜里对着家乡的方向黯然神伤，渴望能在父亲膝下尽人子之责。然而理智又如同一块寒冰，无情地冻结了他的温情。他太清楚当时的政治局势了。轰轰烈烈的全国清账田亩刚刚铺开，各地的豪绅地主正在暗中磨刀霍霍，试图寻找机会反扑。考成法虽然成效卓著，但文官集团那股巨大的惰性依然在伺机复苏。一旦他离开权力中枢哪怕一天，那些被他强行压制下去的贪婪与腐朽，就会如决堤的洪水般将大明王朝重新淹没。他若回乡尽孝，保全了自己纯陈的千古美名，却会眼睁睁地看着天下苍生再次跌入万劫不复的炼狱。是做大明朝的孝子，还是做天下人的孤臣？在这场惨烈的内心交战中，张居正最终咬碎了牙关，选择了一条注定要背负千古骂名，与整个士大夫阶层决裂的不归路——夺情。所谓夺情，即由皇帝下旨，强行剥夺官员守制的权利，令其穿戴素服留在朝廷继续理政。虽然表面上这是皇恩浩荡的挽留，但满朝文武谁都清楚，年幼的万历皇帝和深宫中的李太后根本离不开这位手握乾坤的太师，而张居正本人也绝不容许自己的改革大业中途夭折。于是当夺情的圣旨明发天下时，整个帝国的官场彻底沸腾了。对于那些饱受考成法折磨，又在清账田亩中利益受损的文官们来说，这无疑是天赐的良机。他们敏锐地抓住了张居正的致命软肋。在儒家的政治语境中，一个人如果不孝，那么他的忠诚和能力就都是虚伪的。一时间，雪片般的弹劾奏书飞入大内，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决绝，仿佛张居正不再是那个拯救了王朝的功臣，而是一个禽兽不如的毒夫民贼。翰林院的清流官员们怀揣着维护帝国道德底线的悲壮，接连上书，痛斥张居正贪恋权位，灭弃伦常。必须承认，这些弹劾张居正的官员中，固然有夹带私怨的政敌，但也绝不乏真正为了捍卫儒家信仰
而视死如归的硬汉。这场冲突的悲剧性在于，它不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是两种正确的惨烈对撞。清流们在拼死捍卫帝国的道德灵魂，而张居正却在流着血缝补帝国的物质躯体。面对如潮水般的道德审判，张居正没有选择退让，更没有选择辩解。他知道，在这个当口，任何软弱都会导致权力的崩塌。他那张原本沉静如水的面孔上，浮现出了令人胆寒的杀气。他动用了独裁者最冰冷、最残酷的手段来回应这场风暴。那是公元1577年寒冬的一个清晨，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了紫禁城。午门外的广场上，寒风凛冽，一片肃杀。几位上书弹劾他夺情的官员被锦衣卫反绑着双手抱去官府，强行按在冰冷的雪地里。沉重的实木大棍夹杂着风雪的呼啸，重重地砸在文人们单薄的肉体上。这就是明代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酷刑——廷杖。沉闷的击打声在空旷的广场上回荡，鲜血很快渗透了单衣，在洁白的雪地上绽放出触目惊心的红梅。惨叫声、怒骂声，甚至有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当场昏死过去的沉寂，交织成一首极其惨烈的政治悲歌。此时此刻，张居正就坐在距离午门不远的内阁之房里，火盆里的银双炭燃烧得正旺，散发着温暖的气息，但他却感到一阵深入骨髓的寒意。他听不见外面的惨叫，但他能在脑海中清晰地勾勒出那血腥的画面。每一棍不仅打断了政敌的脊骨，也彻底打断了他与这个由读书人组成的官僚帝国之间最后的情感纽带。他知道，从这一天起，他在士林中彻底孤立了。他在清史上的名声将永远与权臣、冷酷这些字眼捆绑在一起。但他依然没有喊停。经此一役，朝堂之上再无人敢言夺情二字，所有的反对声音被暴力强行压制在了心底，化作了更加致命的暗流。张居正以透支自己全部声誉为代价，换来了改革继续推行所需的绝对肃静。但在这场因夺情而引发的政治风暴中，张居正犯下了一个他一生中最不该犯也最致命的错误。他忽略了那个坐在高高龙椅上，正在静静注视着这一切的少年天子——万历皇帝朱翊钧。张居正对万历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他既是臣子，又是恩师，更是帝国的实际摄政王。他将自己毕生的政治理想都倾注在了对这个少年的塑造上。他亲自为皇帝编撰了《帝鉴图说》，用历史上明君的善政和昏君的恶行来教导万历。他严格规定皇帝的作息时间，连皇帝多看了一会儿杂书，多听了一首曲子，都会遭到他疾言厉色的训斥。在张居正的眼中，万历不应该是一个拥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而必须是一台完美的、符合理学标准的圣君机器。但万历也是一个人，一个正处于青春期，拥有着天下至高无上皇权的少年。他聪明、敏感，甚至有些怯懦。在张居正那如山岳般沉重的威压下，万历感到的是窒息般的恐惧。他不敢在恩师面前大声说话，甚至连走路都要小心翼翼。有一次，年轻的万历在宫中饮酒作乐，醉酒后拔剑戏弄了一名小太监。这本是深宫中的一件荒唐小事，但消息传到张居正耳中后，一场犹如狂风骤雨般的政治惩戒降临了。张居正联合李太后，给万历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李太后甚至换上青衣，扬言要废除万历，另立新君。惊恐万状的万历被迫长跪在母亲面前痛哭流涕。随后，张居正亲自起草了一份措辞极其严厉的罪己诏，逼迫这位帝国最高统治者向全天下承认自己的过失。当万历颤抖着双手在满朝文武面前宣读那份由臣子替自己写好的、
充满屈辱的检讨书时，他心中的那尊神明张居正彻底崩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颗疯狂生长的仇恨的种子。万历终于悲哀地意识到，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里，自己不过是一个穿着龙袍的高级囚徒，而那个满口仁义道德、动辄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张太师，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皇帝的尊严被臣子的威权无情地践踏在脚下，这种权力的倒错，在任何一个皇权专制的时代，都意味着一场不死不休的清算。时间终究是所有独裁者与强人的终极宿敌。当这台名为张居正的超级除颤仪以透支生命为代价，强行拉升着大明帝国的各项指标时，他自己的身体却在日复一日的极度劳损中走向了油尽灯枯。整整10年的时间里，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齿轮，死死咬合着大明王朝庞大而生涩的官僚系统。他每天要批阅成百上千份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奏书，要在内阁职房里与各方利益集团进行惊心动魄的博弈，还要时刻紧绷神经去扮演那个完美无瑕的帝师。这种令人窒息的高压生活，最终彻底摧毁了他原本强健的体魄。公元1582年的初夏，北京城的天气透着一股异样的沉闷。那座曾经犹如帝国第二心脏，每天吞吐着无数公文与机密的4根柏胡同太师府，此刻却弥漫着浓重的药苦味与令人窒息的死寂。58岁的张居正，这位曾以一人之力托举起整个大明王朝的铁腕宰相，终究没能熬过岁月的侵蚀与权力的重负。长达10年的殚精竭虑，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暗读劳形，加上为了维持超高强度工作而长期服用的温燥补药，彻底摧毁了他那原本强健的体魄。严重的痔疮以及随之而来的肠胃并发症，像是一群疯狂啃噬着他生命根基的白蚁，将这位在政治擂台上从未败过的巨人无情地钉在了病榻之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紫禁城内外上演了一出极其诡异、充满了政治表演意味的恩首告别大戏。20岁的万历皇帝表面上展现出了对这位恩师监元府极其深厚的眷恋与忧心。皇帝的御用太监犹如穿梭的走马灯，带着最名贵的药材、最精美的御膳，一日数次地往返于大内与太师府之间。当张居正预感到大限将至，强撑着病体上书请求骸骨时，万历皇帝不仅温旨挽留，甚至亲自下令在北京城的各大寺庙为太师设坛祈福，其言辞之恳切，仿佛一个失去了父亲庇护的孤儿。在这温情脉脉的表面之下，身坐在干清宫阴影里的万历皇帝，那双逐渐褪去青涩的眼眸中闪烁着的却是难以名状的复杂光芒。那是一种长期被压抑的皇权即将迎来全面释放的狂热，是对即将到来的自由的极度渴望，甚至带着一丝令人不寒而栗的残忍期盼。张居正并非没有察觉到政治风向的暗流涌动，他一生精于算计，洞悉人性中最幽暗的角落，但在生命即将燃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试图为这个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帝国安排一个平稳的未来。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向万历推荐了自己认为能够继承改革衣钵的人选潘盛和张四维。而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极其苦涩的玩笑。潘盛年迈且缺乏根基，而那个平日里对张居正之弟子里温顺如同绵羊的次辅张四维，其实内心深处早已对张居正的独裁积怨极深，更是暗中与保守派文官集团眉来眼去。张居正那双曾经识破了无数阴谋的慧眼，在死神的阴影下，终究还是失去了往日的锐利。他犹如一个耗尽了所有精力的裱糊匠，在闭上眼睛的前一刻，还在试图用几根脆弱的稻草去支撑那座注定要在狂风中倒塌的破庙。也就是在那个充满着诡异与不安的夏天，
伴随着太师府内传出的一声凄厉的哀嚎，张居正，这个大明王朝的旧时宰相，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在他停止呼吸的那一瞬间，整个北京城仿佛陷入了短暂的停滞。紧接着，一股压抑了10年的政治风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深宫中喷薄而出。万历皇帝在得知张居正死讯的那一刻，停止了所有的祈福与虚伪的问候。他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悲伤，只是冷冷地注视着空荡荡的殿宇。权力的真空立刻引发了被压抑10年的反扑，而释放这股反扑力量的正是皇帝本人。仅仅在张居正死后第4天，万历便迫不及待地将张居正生前力荐的潘盛罢免，随后提拔了张嗣为。这不仅仅是一次人事更迭，而是皇帝向整个帝国发出的一个极其明确的政治信号：那个由张居正绝对主导的时代结束了。最先遭到清算的是张居正在内廷最坚固的盟友，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万历皇帝利用文官集团对冯保的仇恨，轻而易举地褫夺了冯保的权力，将其发配南京孝陵种菜。失去了内廷的掩护，张居正在朝野之中留下的政治遗产，瞬间变成了一座座失去城墙保护的孤岛。那些曾经在考成法和清丈田亩中被张居正狠狠压榨、罢黜的权贵地主和保守派文官们，犹如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疯狂地扑向了张居正的政治遗骸。曾经的同僚、门生，甚至那些在张居正生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人，纷纷倒戈。弹劾张居正的奏书犹如雪片般飞入紫禁城，罪名从最初的专权跋扈，迅速升级为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直至最为致命的图谋不轨。在这些铺天盖地的政治攻讦中，万历皇帝心中的仇恨如同被点燃的野火，以一种近乎暴力的姿态席卷了整个帝国。张居正死后仅仅2年，万历下达了那道令后世史学家胆战心惊的抄家圣旨。大批锦衣卫如狼似虎地冲出北京，直扑湖广江陵的张家老宅。那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也是大明王朝对待功臣最令人心寒的一幕。当时负责抄家的官员为了逢迎皇帝的怒火，或者说为了防止张家转移财产，在尚未盘查清楚之前，便下令将庞大的太师府用重兵团团围住，所有大门死死钉死。那时的江陵正值酷暑，张家老小、奴仆女眷共计100余口人，被活活关在这座封闭的宅院里，没有粮食，没有饮水。曾经煊和一时的太师府，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婴儿的啼哭声、女人的哀嚎声在府内回荡，却无法穿透那冰冷无情的朱红大门。10几天后，当大门重新被锦衣卫踹开时，府内已是尸臭冲天，10几口人被活活饿死，惨状目不忍睹。张居正的长子，曾经前途无量的张敬修，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中经历了最深重的绝望。他被锦衣卫严刑拷打，在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后，这位饱读诗书的相门公子，在沾满鲜血的囚衣上，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封绝命血书，随后在黑暗的牢房里悬梁自尽。而万历皇帝的报复却并未因张家家破人亡而停止。他褫夺了张居正生前被赐予的太师、上柱国等一切无上荣衔，追夺其谥号文忠。甚至在朝中一些极端仇视张居正的官员的煽动下，万历皇帝一度想要掘开张居正的坟墓，将其尚未完全腐烂的尸骨拖出来鞭尸300。一个用自己的一生为帝国续命的人，最终却被这个帝国以最决绝、最残忍的方式反噬。宿命的回旋镖在这一刻精准而无情地击中了他的脊骨。伴随着张家在肉体和名誉上的双重毁灭，
张居正耗尽一生心血建立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也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那套让大明官僚机器高速运转的考成法被迅速废除，庞大的文官集团如释重负地长叹一口气，再次回到了那种死气沉沉、互相推诿、喝茶聊天的惬意状态中。清丈田亩的成果被大量篡改，权贵们重新将贪婪的手伸向了土地。在边疆，那些曾经被张居正保护重用的武将如戚继光等人，纷纷遭到贬谪或弹劾，郁郁而终。大明王朝在经历了短短10年的回光返照之后，犹如一辆被人强行拆除了刹车和引擎的巨大马车，在惯性的作用下，加速向着历史的深渊滑落。万历皇帝在摧毁了张居正的一切之后，仿佛也耗尽了自己对于治理国家的全部热情。他惊恐地发现，即使除掉了这个压在头顶的权臣，自己依然无法真正掌控这个庞大的文官集团。在经历了随后几次与群臣关于立储问题的惨烈拉锯战后，万历皇帝对这个帝国的政治彻底绝望。他选择了一种比嘉靖皇帝更极端的方式代政。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将自己深深地锁在紫禁城的最深处，任由帝国的机器生锈发霉，任由党争在朝堂上如同疯狗般互相撕咬。当他以摧毁张居正为代价换取了绝对的皇权时，他却用这种皇权亲手给大明王朝挖掘了坟墓。张居正的悲剧至此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身败名裂，更是一个帝国的无可救药。留给历史的只有一地苍凉的废墟和无数后人的扼腕叹息。历史的审判却往往是在当事人身死族灭之后，才刚刚拉开他那冷酷而深邃的帷幕。当我们试图跳出张居正个人的生老病死，从明代200多年的政治演进、儒家文化的内在撕裂，以及后世无数个王朝覆灭的黄昏中去回望他的一生时，我们会不可避免地被一种巨大的悲剧感和宿命感所吞噬。张居正的覆灭绝不仅仅是一个功高震主的臣子死于君王猜忌的古典戏码，它实质上是整个中国传统专制制度与官僚文化发生严重内爆的结构性悲剧。要看清这场悲剧的底层逻辑，我们必须将目光溯流而上，回到大明王朝开国之初的洪武13年。那一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谋反之名诛杀了丞相胡惟庸，并立下铁榜，后世子孙永远不许设立丞相。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了将皇权推向绝对的、不受任何制约的巅峰，让天下的生杀予夺之权尽归皇帝一人。然而，他那农民式的质朴与狂妄，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治理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广袤疆域的庞大帝国，绝对需要一个拥有合法行政统筹权的政府首脑。为了填补丞相废除后的权力真空，内阁这种畸形的政治产物应运而生。但在大明王朝的组织与法律条文中，内阁首辅无论拥有多大的威望，他的法定身份永远只是皇帝的高级私人秘书，也就是票拟的执行者，而绝不能代替皇帝去进行批红。这就为张居正的命运埋下了一个无解的制度悖论。当大明帝国在嘉靖、隆庆年间陷入深重的危机，濒临破产与崩溃时，他迫切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政治家来力挽狂澜。然而，由于制度上没有丞相，张居正如果想要推行那些触动天下人利益的铁血改革，他就必须去僭越，必须以一个秘书的身份去行使实质上的丞相乃至半个皇帝的权力。他通过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结盟，变相地挟持了皇权，从而获得了推行考成法与一条鞭法的绝对能量。他用非法的，甚至在当时看来是阴暗的手段，执行了帝国历史上最正义、最伟大的使命。但这种没有制度保障的绝对权力，在皇权专制的土壤里，
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宏伟大厦。只要皇帝一旦成年，只要那个赋予他权力的源头即皇权本身稍微发生一次翻覆，他所建立的丰功伟业连同他自己的家族就会在瞬间被制度的惯性碾成齑粉。张居正以一己之力去对抗，去填补200年来专制制度的巨大缺陷，犹如蚍蜉撼树。虽然他用惊世骇俗的才华短暂地扭转了历史的轨迹，但他终究无法改变那个孕育疾病的母体。如果在制度层面上，张居正是一个越界的独裁者，那么在文化层面上，他则展现了儒家理想主义在遭遇现实政治黑洞时的终极异化。自幼浸润在修齐治平和内圣外王理想中的张居正，其本心无疑是想要做一个拯救苍生的大英雄。但当他真正踏入泥泞的官场，他绝望地发现，儒家那套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说教根本无法唤醒装睡的贪官污吏，更无法阻挡蒙古人的铁骑和权贵们兼并土地的狂潮。为了实现儒家治平的最高政治目标，他不得不舍弃了儒家内圣的道德洁癖，转而拿起了法家最严酷、最冷血的武器，重点治吏，为功效时问，压制清流，甚至在夺情事件中公然违背孝道。这种手段与目的的严重割裂，让他成为了明代士林中一个极其孤独的异类，也引来了后世无数的争议。同时代的海瑞，那位被视为大明朝道德丰碑的南国利剑，曾以一种极其复杂的口吻评价张居正：功于谋国，拙于谋身。海瑞是道德的完人，他宁可饿死也绝不苟且，但他那种水至清则无鱼的清流作风，除了给大明朝留下一段段反贪的传奇外，根本无法撼动帝国体制的积弊。而张居正呢？他在道德上千疮百孔，他大权独揽，生活豪奢，出门乘坐着需要32个人抬的内设一室一厅的巨型轿子。他打压异己时冷酷无情，让文官集团闻风丧胆。但也正是这样一个在私德上并不完美的张居正，做了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们做不到也不敢做的事。他宁愿将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与污泥，宁愿死后身败名裂，也要把那个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从悬崖边上生生拉回来。他以燃烧自己生命与家族的惨烈代价，为这个帝国强行续命了半个多世纪。在道德的十字架上，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但在历史的功劳簿上，他却是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时光的洗礼总是能荡涤掉历史表面的浮尘，暴露出最为残酷的真相。当万历皇帝以雷霆之怒摧毁了张居正的一切，当大明朝的官场再次恢复了那种清流与浊流互相倾轧，官员们在道德文章中推诿扯皮的常态时，整个帝国便无可挽回地滑向了深渊。张居正死后的几十年里，万历代政，东林党与阉党爆发了明朝历史上最为惨烈、最为肮脏的党争。朝堂之上，官员们依然在激烈地争论着理学的正宗、祖宗的法度，但在朝堂之外，中原大地饿殍遍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如星火燎原，辽东前线努尔哈赤的8旗铁骑势如破竹，大明帝国的疆土正在寸寸碎裂。在这个时候，那些曾经疯狂攻击张居正、将他踩在脚底的士大夫们，在面对山河破碎的亡国之痛时，才在绝望中突然惊醒。他们开始怀念起那个曾经被他们视为毒夫民贼的男人，他们怀念那个在太师府里彻夜批阅公文的背影，怀念那个用考惩法逼着官员们去干实事的铁腕，怀念那个能让国库充盈、边关安宁的旧时宰相。历史的讽刺在此刻达到了顶峰。公元1622年，大明帝国已经在内忧外患中奄奄一息。明熹宗天启皇帝在朝臣的反复呼吁下，下诏为张居正平反。
恢复了他生前的一切官职与荣誉。到了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时，面对城外即将破城的闯王大军，崇祯更是在绝望中哀叹：若是张太师还在，大明何至于此？然而，这一切迟来的救赎与眼泪，对于那个在40年前就已经家破人亡的孤独灵魂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大明王朝亲手扼杀了自己唯一的良医，最终只能在病入膏肓中走向眉山那棵凄凉的歪脖子树。纵观张居正这一生，他仿佛是一颗划破中世纪漫长黑夜的流星。他带着惊世的才华与悲悯降临，在最为污浊的泥沼中盛开出最为绚烂的政治之花。他看透了帝国的病灶，也找到了治病的猛药，但他最终却被那个他拼死捍卫的体制所吞噬。他的一生是一曲理想主义者在专制集权碾压下发出的最为悲壮的挽歌。他孤独地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一半是魔鬼，一半是神明，一半是权臣的冷酷，一半是国士的赤诚。直到今天，当我们翻开那泛黄的史册，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那股穿透了400多年时空、凛冽而又炽热的政治激情。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